位挚友，平时我们都聊些工业机械什么的，今天咱们风雅一些，来聊聊醒酒的机械吧，也就是醒酒器。你会说醒酒器不就像个瓶子一样把酒倒进去的东西吗？这跟机械有什么关系呢？还真的有关呢。现在有一种专门拿来醒酒的设备，就叫电子醒酒器，号称可以把一般要放几十分钟的醒酒时间缩短成1秒，整个就很有工业革命的样子，对吧？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产品吧。哈，你说你不懂酒，那这集你也来了解一下醒酒到底在干嘛啦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什么是醒酒，以及为什么需要这个动作。醒酒的目的其实没有别的，就是为了让酒更好喝。尤其是红酒，没经过醒酒这个程序，就像没热身的运动员不能做出最好的表现。简单说明，醒酒的目的就是让空气和红酒接触产生氧化反应，和去除硫化物。这里的氧化反应，没错，就是金属生锈的那个氧化。不过，通常工业材料会避免氧化，直觉来说好像就没啥好事。但为什么红酒需要这么做呢？主要的原因就是去除异味、打开酒香以及降低苦涩和酸度。红酒里面有一种称作单宁的化学物质。不是牛仔裤的那个单宁哦，这个单宁是植物的一种防胃用的化学物质，容易和蛋白质结合凝固，产生沉淀物质，主要能够让植物的敌人蚜虫的嘴巴被这个凝固的蛋白质塞住。同时，单宁也是一种抗氧化剂，所以单宁丰富的红酒才能存放多年。它存在于果皮、籽、梗以及陈酿用的装酒橡木桶或栗木桶，在葡萄酒揉捏发酵和陈酿的过程中会释放融入酒里面。而这种物质到我们的嘴巴里面，它就会和舌头和口腔黏膜的一些蛋白质结合凝固，导致原本润滑的成分被破坏，造成苦苦涩涩的口感。让红酒接触空气可以使单宁为主的物质被氧化，而减少苦涩的口感，就会让整体变得更顺口，气味层次也更能被凸显，而让我们感受到，也就是醒酒的目的，让酒的美味苏醒。再来，为了避免在存放和运送的过程中过度氧化，葡萄酒还会再添加二氧化硫作为抗氧化物，而且天然发酵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点硫化物，虽然不至于像硫磺温泉那么浓烈，但它仍然会让刚开瓶的葡萄酒带有一点水煮蛋的蛋白味，那不是葡萄酒想表现的味道哦。而醒酒的过程也就是为了让这些硫化物散去，它也是醒酒的目的之二。而因为空气还是会透过软木塞的孔隙一点一点的渗透到酒瓶内，慢慢的和葡萄酒发生反应，所以盛放的时间也会影响单宁氧化的程度，造成新酒和老酒口感的差异。基本上够老的酒不大需要长时间的醒酒，只要开瓶后让硫化物的味道散去就好。而单宁含量较多的酒种或是还没放够的新酒，才会需要长时间的醒酒来降低苦涩的口感，释放该有的风味。而不同品种的葡萄、不同地区、不同气候、不同存放的木桶，都会影响单宁的含量。再来，每支红酒的风味设计都不一样，所以醒酒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，从半个小时到30个小时都有可能，其实蛮花时间的哦。而且放过头，过度氧化也会造成葡萄酒的风味流失变质。工具人们当然不能坐视不管，于是就造就了很多醒酒工具的诞生。如同我们前面有说过，醒酒的重点就是接触空气氧化，还有一些比较酷炫的红外线、电场改变分子排列啦什么的，我们今天先不讨论。我们首先来看最常见的醒酒瓶，它就是用加宽的瓶身来增加接触空气的面积，来达到加速醒酒的目的，算是最传统的醒酒方式。或是这类的东西，增加流动的时间，通过更长的路径也可以做到类似的效果。有人也想到可以在倒酒的时候就混入空气，这种醒酒器就像一个倒酒器，它有细小的通道，旁边再开个气筒，称作 aerator 增氧气曝气机。它利用文氏管的效益，流体的速度就会因为收缩的管径而增加，同时那个区域内的压力就会相对变小，所以这时如果在管壁开个孔的话，就会产生负压的状态，换句话说就会把外面的空气吸进去。这个时候呢，酒就会混入空气，而且比较平均，物理真的很好。再搭配醒酒壶，当然就能够缩短更多醒酒的时间，真的很聪明。当然，只是这样，工具人并不会因此而满足。工业上除了效率，还要追求精准，所以现在又有一种电子醒酒器，装在酒瓶上，按钮一按，直接让4个小时的醒酒壶醒酒时间变成1秒。哇，这根本就是精神时光屋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原来这也是一种物理的原理。刚刚提到的文氏管中再加入迷你帮浦，将红酒从酒瓶里面高速抽出。根据伯努利原理，流体流动的速度越快，流体内部的压力就越小，就会吸入越多的空气。这就是加上帮浦的好处，可以在短时间内混入更大量的空气。倒入酒杯中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是理想的氧化程度了。近期也有研究指出，在红酒中打入高压空气确实对醒酒有效。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喷枪呀？
只是快还不够，这款最新的 Whisper Esper 可以让醒酒更精密。没错，这就是突如其来的工伤啦！它在空气的气管入口加上了控制空气量的阀门，来模拟不同醒酒时间的空气混合量。参考不同产区的红酒醒酒时间，只要转到相对应的位置即可，让醒酒可以轻松又准确的操作。想喝任何时间的醒酒，个性化的醒酒时间都可以自由选择啦。这实际上就是把鱼缸的增氧设备用来醒酒啊！最重要的是，这基本上还是属于自然的醒酒过程，只是速度超快。人家说杯底不能养金鱼，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养喽。只不过这么工业化激烈的混合，实际上真的会等于自然醒酒的状况吗？好，接下来就是喝酒时间，我们以90分钟来当做基准，让同事来喝喝看，是不是能够分出自然醒酒和电子醒酒器的差异。我们准备了2杯酒，一杯是用醒酒瓶醒了90分钟的红酒，另外一杯就是用电子醒酒器设定90分的数值，实际来请同事盲测看看，他们的反应是这样的。觉得说好像两个差异没有到很大，2杯还蛮像的，喝起来都是同样有果香味，然后一点点涩涩的口感。2杯刚喝下去的时候蛮饱顺的，这2杯是同一杯吧？刚开瓶的时候那个鸡蛋味啊，2杯都挥发的差不多。我分2杯差别的话，我分不太出来。实际上是真的分不大出来的，实在太神奇了。当然，以上是一般酒的状况。如果你是很贵的高级酒，其实官方也是建议你有时间的话，你就慢慢醒吧。其实红酒是一种丰富内涵的饮料，怎么品尝都有很多的学问。对于不熟悉的人要全部都会的话，资讯量就有点大。使用电子醒酒器的话，对老手来说就是醒酒不用等，想要的醒酒时间都可以达到。在同一支酒来说，还可以快速的去试最喜欢的醒酒时间和味道。而对新手来说，就算是一个很棒的学习工具。对于讲究的人来说，这样子的机械精密应该可以满足你的口味。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喝红酒的雅致怎么可以被这种机械破坏了呢？但这就是效率和品味的大超拼，就是让各位来评论喽。今天就说到这啦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。